这个呢是今天我们会学到的一些这个简单的控笔方法，然后大家可以准备好颜料，然后这个呢我们放到旁边，大家准备一张新色黑色的新的卡纸，然后准备一张可以用废掉的卡纸，比如说一边用完了，另外一边我们就可以准备好我们的这个硬币大小的颜料啊，用的是红色和白色，然后同样在取颜料的时候不要忘了斜着45度，对吧？把这个颜料踏进去，然后这边也是斜向45度，两边都蘸好颜料之后，我们在这上面去进行过渡颜色，先把颜色过渡好，这个之前我们学过，这里就不过多的去解释这个问题，但是一定颜料不能说一次就取好，我刚刚是取过一次啊，取过一次为了加速，所以说提前取了一下，大家可以试一下，先把颜料单给它取好。在取好之后，好了，这个时候左右两边都有颜色。我们想一想，课程第一节课在学习的时候，是不是先是以这种基础的圆形为准，对吧？握笔的方式，在这个地方记得去旋转压笔，不要拿得太靠后，太靠后不好操作啊。稍微往前来一点，来斜向45度，或者说具体的角度大家自己去控制，斜向45度放笔，来往上去压笔旋转压笔。食指往下压，往下去拐弯收，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这边开始往回收，最后慢慢深色的地方是去抬笔。看过来啊，先去看这儿，比如说压完笔之后到这边了，压下去，往回去转一下，深色的地方先抬笔，然后浅色的地方往下收，结尾就可以收起来，好吧？但是千万不要收结尾的时候往里去拐，往里一拐这个形状就不对了啊。好了，我们再去取一下颜料。再看一次，再画一个一笔合成的，把这个给它画好。这个大家一定要把这种基础的手法练好，练好之后，我们再来去练习接下来的这些。好了，画好这种最简单的之后，我们可以尝试什么呢？这种是由外侧向外倾斜的。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在画的时候有一个偏向于小坡度的，因为在绘画的过程中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，比如说像这种的。对吧？像这种的怎么去控制？同样也是因为边缘在这里，所以说我们就不再往外去倾斜，而是往内侧去扣。扣的时候同样握笔方法一样，注意看啊，接下来这个卡到这个边边来，往上去提，看到没有？往上去提，提到这儿之后，来下面右手往这边去拐弯，能看见吧？比如说第一步呢，我们先往上提，提到1/2的时候，好了，这个时候先暂停，然后注意看右边怎么往下去收，我们需要把这边大拇指有个往下去转动的力气。往下去转动的这个力，大家看，往这边去转，然后用这个浅色外侧去控制外面的形状，注意左右对称。最后大拇指再往内侧去转，最后给它收起来。因为这个线条画的不对称啊，所以我们要往那边去收。来，那如果说一笔给它合成的话，大家看，再去取颜料啊，再去蘸颜料过渡，一定是在旁边过渡好，拿回来吧。再给它过渡好。过渡好了之后，可以看啊，我们一笔合成，往上倾斜。如果细的话，那就从下面往上去走一段，你看这个边它就细起来了。先往上去走，好了，中压笔，到中间的时候，大拇指往内侧去收，往回去转，最后给它结尾收起来。好了，这是一个偏向于这种角度的。如果想要再尖一点的，大家也去尝试一下啊。没有说这个别这么圆，那我再尖一点的，那么拐弯的时候就要往内侧拐的早一点。比如说来，还是同样往上去提到这之后，接着去拐，接着往下去走，对吧？这个颜料没有调匀啊，没有调匀，它过渡出来颜色就会不干净。就是在调色的时候一定要调干净。再看一次，来往上去提到中间，好，及时去拐弯，然后大拇指往下压，往内侧去收起来，这也是一种。没有，它可以我们往外倾斜，也可以往内侧去倾斜，大家可以试一下哈。然后这种我们基础练会了之后，接下来去看，那我如果想画侧面的情况下，我是怎么去控制整个手法怎么控制？来，先取颜料，取好颜料之后，如果要画侧面，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个卡纸稍微旋转一下。如果画指甲的话，也可以转一下指甲啊。但因为指甲比较小，不可能像卡纸这么大，大家可以先在这上面去练习。来看，那左边如果是往这么一个半圆怎么去走？同样，这个深色在内，浅色在外，放的时候也是倾斜45度，看到没有？倾斜45度，在这里，倾斜45度之后。往上先去提一下，然后来往这边去压笔，压的时候哪边大，那就把哪边用力往下压，看到没有？是这种一个角度。再看一次啊，就是放下去之后往这边去压，把外侧的轮廓咱先给它做好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再取一下颜料。那下面怎么去画呢？拐到这边之后，大拇指我们是要旋转的，比如说到中间之后，来往下面去走。不能说是
你这个是笔再往那边转，往那边转就错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转过来到这儿之后，来把上面食指再反向的往回去收，它就能收起来了。那如果一笔完成，我再卷颜料，大家来看，一笔完成怎么画啊？就是大家一定各个角度都要控制好，你不能说我只会那样只会画一个方向的，那不行，这个都各个角度都得学会，好吧？这是分层去画的。如果一笔完成好了，来倾斜45度放上去，然后往这边去压，压笔往回去转，转到中途来，这个食指再往回收，结尾给它收进去，能发现吧？试一下，来这边再倾斜大一点，那么整个花瓣会更大啊。来，比如说往这边多倾斜。往这边去压，因为这边留着空小，所以我先画一个小的。好了，你看内侧的圈圈是不是也是接近于那个啥一点点？来，往回收，往回收，能看出来吧？这画反了，应该白色在外面啊，来，都可以，这个倒无所谓，主要是看你们想画的花的效果。一般来说，浅色在外内侧加深，它就会出立体感。来，再来一次，再试一次啊！来，把这个浅色咱先是朝外倾斜45度，好，往上去走，压笔。大拇指往下去转笔啊，转到中途感觉弧差不多了，好，再往回收。往回收的时候不要直着就下去了。你看这边是圆弧过来的，所以到这边的情况下，我们要怎么样？笔要有一个轻微、慢慢缓动转过去的这种弧度，往回去收，对吧？这样收进去啊，这样收进去。所以说大家一定把这个给它练好。这是左边的这个画法，这是左边的画法。在画右边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就是再把它反过来。画右边的时候，其实跟又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正画不好，大家确实我转笔转不过来，那可以转卡纸画侧面。但如果说能画好的情况下，尽量还是多去练习这种技法啊。这边注意拿笔的方向，稍微转一下卡纸。来，你看转到这边去，倾斜，画一个小的往回收，一笔合成，对吧？倾斜，画大的，画大一点的。倾斜，好，多压一下，我多压几笔，转过去，再往回去收，对不对？这种，那右侧在画的时候又不大一样啊，来看一看右侧。右边在画的时候，我们是往下去折的，但是往下折，咱们相对来说手法会不太习惯，所以说，那右侧的时候，同样白色在外面，是不是要朝这边倾斜了？也要尝试去转笔啊，来。倾斜次数往上去走，往上去压的时候外侧大，那么食指就往上面去转，然后往下去收，大拇指往回落一下，底下深色先抬，再抬浅色。好了，右侧画好，再蘸颜料，再看一次。往上去提好之后，往下去转右手的食指，然后转左手，转大拇指，然后往下收。好了，这是右侧的花瓣，对吧？其实像这种花瓣，上下左右都得尝试一下啊。还有比如说下面的花瓣。画下面的这个控笔方法来看，这是最常用的啊，大家可以多试一下。那下面的话，其实也是卡纸正常的情况下来往这边去倾斜，转的方向会稍微有点不一样。比如说来往右下面去使劲儿，然后慢慢的往回去收，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看到没有？上面先抬起来，然后浅色往下去带，浅色往下去带，能看出来吗？是下面的一个操作方法。取颜料，再看一次。倾斜画一个小的情况下，那我们就早一点往回收，注意提前掌握好这个角度啊，掌握好这个角度，来往下去压，往回去收，往回去收，颜料不够了是吧？画2层可能叠加出来就不够这个明显，所以我们再换个位置，再去取一下颜料。看一下鹅蛋。这边看啊，倾斜，来往下去压，往回去收，往内侧去收一半，这边细的出来，别太用力，一旦结尾处尾部用力，它就容易这地方粗，所以稍微往上立起笔来去落笔，把笔立起来落笔，落好笔之后，往内侧去拐弯，往里面去收，往里面去收啊，收进去。这是下面的画法，如果画大的话就成，画小的话就偏向于这种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试一下把它进行组合起来，怎么去绘制？
如果笔画到中途，你画的时间确实比较长，练的时间比较久，颜料没了，那就再来点。千万不要让它太薄，太薄了就容易干掉啊！颜料越做越干，怎么越做越干？然后另外，在画的过程中，如果笔发干的话，记得去轻微蘸一点水，蘸一点水再操作，笔就不会那么干了。因为干透了之后，稍微你看来蘸点水，然后稍微刮一下多余的水分颜料，然后这个时候在纸上稍微吸一下多余的水分，再去颜料过渡。比较柔软的状态下它才好用啊，太干了就是老容易有一些咱们说过的那个刷痕。过渡好，给个东西做虚化。组合，比如说来看这儿，我们如果先从上面这个花瓣开始啊，来看我们在画这种组合花瓣的时候，放到这儿倾斜，咱是先画一个小的往上走，走到这儿好压笔转下去，对吧？到这儿之后我们可以分开画，到这之后接着来再继续往上去提，中间这个画大一点啊，画的高一点，然后往下去收，收进来之后下面再去压一个，右边的跟左边的这个大小是一致的，比如说右边跟左边大小是一致的，好吧？然后左边那个就跟右边高度要一致，稍微给它画一下，来看这儿，我们取一下颜料啊，调好颜料过渡好。你看这个没有错时啊，比如说中间这个位置在这儿，那这两边的这个花瓣的高低是一致的，胖瘦也是一致的，千万不能做的有大有小，除非某个角度咱们去改变去控制。所以说咱这次颜料稍微多取一点点，一次给它画完。比如说我们要分散开画的话是这样，但是一般来画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笔完成，来倾斜往上走一笔，好，到这之后接着往上去提，看到没有？到这之后再接着往下去收一个花瓣，咱看一次啊，从这儿上去，现在可能颜色不实了，我重新画一下，多尝试，没事就多尝试。倾斜45度，来放上去，画大一点的话，来倾斜往上去走。一定拿笔要拿好啊，拿笔拿好，下面往下收，左右对称，上下对称，尽量差不多对称，不用说你不可能一模一样嘛，对吧？不可能一模一样，基本上差不多就行。大家可以尝试多画几个花瓣，比如说2个的、3个的、4个的，对吧？2个的，大一点点。3个、4个。给它收进去，这些花就组合起来了。上面画好之后，咱们画这个左边右边啊，左边右边就是多练控笔嘛。今天练就是把这个控笔方法啊，基础手法给它练好。这个左，比如说画左边，咱画左边，画左边的话，把卡纸或者说这个针绕在手指上画的话，要倾斜一下，找一下我们的一个角度，然后往这边去提，拐弯，再接着提，再往下走，中间再往下提，给它收进去啊。这是左边。收进去，内侧你看，如果有边缘实的，我们稍微给它抹一抹就行啊。但因为正常来说画花底部都是要打底的，不可能说黑色上面去叠加这个边缘，如果有轻微不清晰，那还好，那就这个不漂亮啊，就不漂亮。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填不好色，我们可以拿这个咱们的笔的深色给它稍微填实一下。一般来说都是要先打个底的，咱会有那种打底的刷子嘛，对不对？左边可以画几个，多画几个就试一下啊，多画几个试一下。比如说来这边往上去提拐。来，这就是基础手法，拐，再往这边拐，再往这边拐，把结尾收进去，没有颜料了啊！到最后多取颜料，颜料这个少了就会出现这样啊，最好偏油性纸，这个纸过一会儿就会干。每画一笔基本上都要去取一次。那如果说我真正画画的时候，这个颜料少了怎么办？那就在原来的基础上，我们进行颜色堆叠就可以，再进行颜色的堆叠，把它你看颜色一加重，是不是颜色的饱和度就要高？对吧？颜色饱和度就要高一点。你看这个颜料边缘不整齐的话，画出来边缘就不整齐。试一下啊。这种看起来刚开始画比较简单，越往会越难一点。对，收进去好了，这是左边。那右边怎么去画呢？同样换一个角度，右边画的时候，啊，倾斜往上去提，往下
拐，再折，再折，收笔，收起来。结尾处可以收到一起，也可以分散开，就看你想画花的密度以及它角度了啊。来，多一点点，比如说倾斜大，然后中间画一个最大的。好了，到这儿如果颜色浅了，你可以再次去取点颜料。但如果说问题不大的话，直接一笔合成啊，连接这儿，然后往回去收，往回收，收进去，给它收进去，还是右侧的几瓣花。去尝试。转过去，几瓣啊，完成。好了，那右侧画还有下面怎么画呢？同样还是我们之前练过的基本技法，倾斜45，往内侧去收，对吧？我要压笔啊，压的是哪儿？压的是大拇指，对不对？再取点颜料，不要省，没必要省啊，这那一桶画好多呢。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用的是这个丙烯颜料是多大量的啊？就是基本上来说，丙烯颜料比较费，但是也还行。就是角度控制不好，或者说是这个你们中间没有刻意去走，比如说我要还有别的花心，那中间这样也行。但如果连的比较大，好，那我就每次收尾的时候，你看我多往下来点，对吧？它的结尾就可以收到一块去。但我要是不想让它收到一块去，我也可以控制着不让它往一块去走。转笔，对不对？你看上下左右几个花瓣，把它放老大。大的，看清啊，大的，收过去。其实这边还能再加，画的比较宽，就是角度比较散。好了，那上下左右咱们控制好了之后，我们现在可以把整个花给它进行组合，就是怎么能让这个花来成了一朵花似的？我们先来看单株的啊，那如果自己控制不好的话，可以画一个辅助线。怎么搞一个辅助线？这个应该换地方。辅助线是怎么着呢？先画横线、竖线，画好竖线之后画米字，记得吗？一个比较对称的米字，千万不要歪得很厉害，这个多少少有点啊。接下来我们在哪里画？不在这个线上画，而是在这个中间。比如说这个就是一半，看到这个是一半。这样呢，我们自己去控制一下自己笔的角度能不能拐进去啊？比如说这边开始，那从根部开始连接的话，那从下面这里开始去往上抬笔。抬笔的时候一定记得找好整个手法的角度，学会就是能够我们在用的时候能够专笔去操作，压上来专笔。看到压上来，来把这边转过去，转过来之后，结尾大拇指往回走，大拇指先抬，中间往下收，第三，来第二瓣，这也是上去往下去转笔，上去往这去转笔，收，往下收，给它收进去。取颜料最好反正面取一面，偷懒是偷懒，但是容易画完颜色不匀啊。如果颜色不匀，那我们可以再叠加一次，注意结尾慢慢收起来啊。好了，每一个角度都是这么去画。你看我这个纸几乎没有转的很多，只是轻微旋转，对不对？只是轻微旋转啊。往上推一推，这有点小。右边往中间往这去收，转笔往这去抬。注意每个花瓣大小的控制。如果说你不想这样一半压一半的话，那就边缘的地方一定是挨着画的，边缘的地方你挨着画。如果说能一半压一半去画，能这样去走就可以。你们先练。然后这边的话到右下角，我们可以尝试着往这边去转笔，或者说是把它再扭一下，多往右侧去扭一下这个卡纸。好看，一点点往里去收，内部不是贴的填实就好。碰到这上面去。好的，你们多多注意自己的颜料位置。取颜料。后边几瓣这个因为混色了啊，可能中间会没有那么白，添粉可以再次取点白的掺一掺，也可以直接拿粉色画。练手法颜料，基本上过渡好就行，好不好？
好，下面这边去画小一点啊，就不卡着它那个线走了，画小一点，斜向45度，往这边去压，转笔往回去收，每个花瓣大小一致，上下左右都没看见啊，看见这边来，这边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往这边去收，反正只要你们能画好杂绕都行，角度你怎么舒服怎么来。一笔完成，来这边。期间画一半，取一次颜料，画一半，取一次颜料。一个基础的小花完成，对吧？大家可以根据定格去画3瓣、画6瓣、8瓣啊，都可以。密集程度就还有就是大家的一个拐弯的角度是这样去控制的。那如果像这种组合类的，大家也可以分成4组，第一组，你看上画一条横线，然后在中间位置定一个点，我们斜着过来，也就是说画一个交叉的 X。横线可以不画啊，但是我主要是作为辅助线，找好中间点。看上下左右4个空孔，把中间这条横线大家可以忽略。然后在画的时候进行花瓣的一个组合，比如说从中间开始，记得去转笔啊，来，从这里落笔，你看见啊，落笔往上去提，哎呦，没沿到它。刚才蘸了一下，都脏了，应该再换一下色。先偷个懒啊，把这个弄完，然后再画一个。这边1、2，这个几瓣是由你们自己控制的啊，不是说我说了算，但是注意左右花瓣的对称。好，给它收进去，对吧？一组，再去色，可以上下左右东头去画，注意上下画的也要对称。左边把这个卡纸全转，走到这边去。其实挨着画最好，从左往右画不容易把颜色给弄混掉啊，不容易把这个颜色弄混掉。大家能尝试着试试能不能转到这边去，如果可以，那再转回去把笔倾斜放下去。这它都没干，这边 OK， 最后另外一侧横向去画。注意，你看每2个挨着的花瓣大小都会一样啊，都会一样。所以说你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做参考的时候，注意看邻近的那个花瓣的大小。画到一半可以转一下，记住这边抬起来。右侧。收进去。好，内部填色。好了，这是我们一个组合类花瓣的一个基础画法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好了，这个因为颜色深浅，所以出来效果可能不一样，但是中间基本上来说，如果有那种焦的突出，咱一定要给它抹平。如果画完之后右边颜色是你喜欢的，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等它干透之后再去叠加颜色，在不干的状态下一叠加，容易上下颜色混到一起，也不好画，也不好绘画，好吧？多个角度，中间这个可以5瓣，可以3瓣，你们自行去切换一下啊，自己切换一下，最后再画一次。这样呢，如果没有辅助线的情况下，这个料就少了，我就先这么去用。这边太少。有点干啊，来上面
1，把胳膊放到你桌子上，有支点就好画。来，1、2、3 ，OK， 一半，在旁边再加。1、2、3，往内侧去收，对吧？有一组一组的这种画，如果连起来画，如果大家画希望连起来也行，但是不如这个分开画更那啥一点。就是有像是一个花瓣，一组就是一个花瓣，对吧？你颜料不够的时候，一省出来的花的颜色就不实，就这吧。我们先看着，好了，左边。你看，这不就一半一半的？这是这一半是由3部分组成，这个呢也就是1部分半。咱说这个大家自己去控制，看看不同的角度画出来的这个花啊是什么样子的，可以尝试一下。这是我们这个基础的笔法。我把这个图片给大家稍看一下。最好到这边的话，是从连着它的根部开始，不要直接从中间开始画，那样容易画错啊。最好是连着之前的这个花的位置，我们去找花型。这样不容易画错啊，分散画容易画错，或者说位置大小不统一。最后一组，粘到不前啊，最后一组。有颜色了，来搜进去，中间抹一抹。来，你看看，像这些花型大家自行去掌控啊，这是我们基础的一个排比的用笔方式，大家可以去实操一下试试。